大家好，我是多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20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集讲到强硬小子年轻气盛啊，忍受不了光头对他的无理吐槽，所以当场申请要和光头进行单挑。说完，两个人就准备出门开干。不过黑金和波奇二人还站在门口，等着光头给他们安排伙食呢。黑金不厌其烦地对光头表示：“大爷啊，请收留我们吧，请务必让我给您当狗吧。”正当光头无奈地准备收留二人之时，他突发奇想啊，对着后面的强硬一行人说道：“我看要不这样吧，既然是要决斗的话，不如惩罚输了的人，负责照顾这2头真兽吧。”黑金一看，我靠，这怎么还有其他的英雄啊？不过还好，怪人协会干部的样貌好像并没有广为人知。强硬抓起黑金看了半天，也没搞清楚他是个什么物种。黑金也再度开启了装疯卖傻大法，总算是没被这几个老逼英雄察觉到异样。而强硬小子现在一心执着于要和光头斗法，他爽快地答应了光头提出的条件。随后几个人便找了一个超级空旷的停车场，准备开打。当然，在这之前，气势上可是不能输的啊！强硬猛放狠话，表示一会儿就算我打爆了你的光头，你也不要记恨于我啊！光头好像也想起了什么奇怪的往事，你也不要被我打爆了之后，转手又跑来拜我为师啊！这时，身处远方的杰洛斯突然打了个喷嚏，去！谁在说我坏话？不对呀，我是机器人的嘛，我怎么会打喷嚏啊？镰刀赖格堡这边表情凝重地分析道：“强硬小子啊，他并不是自杀式的挑战，他的音乐节奏鼓拳法更非浪得虚名，就连那种一流的武术家也是会在战斗中加入舞蹈的元素啊！光头如果太小看强硬的话，必定会吃大亏的。”正说着，强硬小子就打开了音乐播放器，巨大的音乐声随之响起，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大哥，你的耳朵真的不会被震聋吗？”不过随着音乐的播放，强硬好像真的被韵律的精灵所操控着，开始翩翩起舞。在他魔幻的步伐和动作下，强硬瞬间就制造出了3个残影，就连那位身经百战的光头啊，也不禁露出了紧张的表情。眼看光头指着自己不住的大叫，强硬摘下了耳机，不屑地说道：“我还以为你有多强呢，在开打之前才来向我求饶，未免也太迟。”我操！撞死人了！强硬突然就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黑色高级车撞的是腾空飞起啊！原来光头刚才一直是想提醒他，你背后有车呀，兄弟！正说着，车上跳下来2位吹雪的小兄弟，他们不断的叫苦道：“完了！遇上个神经病啊，还在路中间跳舞，老子喇叭都按烂了，他都听不见呐！这个人该不会是想来碰瓷的吧？”随后赶来的吹雪组众人啊，看着已经半死不活的强硬，显得有些哭笑不得。不过光头似乎更在意的是这场车祸的责任方。虽然决斗的事情我多少也参与了，但是撞人的事情可是你们干的，所以要赔偿的话，这个钱谁来出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光头对着老朋友吹雪如是说道。不过吹雪倒是一副相当意外的表情，他很疑惑啊，光头怎么会出现在英雄协会的总部。光头表示，老子家都被夷为平地了，不住这里难道去睡大街上啊？而与此同时，协会的地下停车场里，几个看起来有钱有势的协会高层接待了一位神秘来客。此人不仅样貌奇特啊，身上还散发出了令人胆寒的巨大能量。看来他和吹雪的同时出现啊，背后必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时另一边的吹雪突然要拉上光头一起行动，我一看，哟，这不是死神里面的经典剧情吗？请问可以跟我一起去一趟驱虫之巢吗，日式里将？说着，一行人就来到了英雄协会的特殊收容所。这里顺带一提啊，光头在进去之前把黑金和波奇托付给了蝴蝶兄贵他们，后者再次被光头所展现出来的强大人脉关系所震慑到啊。之后我们说回正题，负责看守的工作人员表示，吹雪要会面的囚犯啊，马上就要被转移了，况且他现在正被其他人探视。
估计是没有时间留给吹雪他们了。吹雪一听，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嘿，岂有此理啊！怎么还被人抢先了？老娘要插队呀！我命令你马上给我带路。而这时，神秘人这边已经来到了囚室，里面关押着的正是怪人协会战役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鄙人的老婆赛克斯啊！神秘人表示自己这边检测到赛克斯在战役中曾经拥有和龙卷一战的实力啊，他此行的目的啊，就是要把赛克斯带回去研究研究。不对呀，到现在了我才发现啊，原来这几个老头是仗着协会的外壳想吃黑钱，在背地里从事着买卖怪人的黑色交易啊。神秘人还透露，他们的组织正在研究一项名为阅读的项目。阅读？您继续说吧。赛克斯可是这个项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零件啊。说到这里，本来被注射了安眠药的赛克斯居然晕晕乎乎的醒过来了。他第一眼看到神秘人之后，脸上就露出了极度惊恐的表情，随后像是野兽应激了一样，发出了强烈的念力攻击。但谁知这个神秘人他是个小呆呀，他先是一手神罗天针挡住了赛克斯的电波，然后伸出双指喝了一声急，赛克斯的精神瞬间就受到了重创，当场被打成了阿黑岩。神秘人还表示要不是为了研究赛克斯的大脑，老子早一枪给他崩了。因为传说赛克斯正是通过大脑开启了名为第三只眼的能力从而可以看到未来。神秘人接下来将要前往实验室，给赛克斯来个开颅手术，好好的研究他一番。那么我接下来也将前往 C101看看有没有赛克斯的新本质，好好的研究一番另一方面，正在赶来的吹雪组这边，吹雪一路上沉默不语他回忆起了和赛克斯之间的恩怨情仇。时间线回溯到了怪人协会战役结束之后，饿狼这边刚逃之夭夭，在远处观望的赛克斯也准备顺势开溜了。但这时一个老相识却拦住了赛克斯的去路。原来这两个人早在学生时代就是闺蜜了。吹雪担任了学校里异能研究会的会长，赛克斯则是副会长。吹雪表示赛克斯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要求他缴枪投降可赛克斯却显现出了对吹雪极大的怨念，遥想自己在17岁的时候就发育得很不得了了。我说的是超能力天赋然后赛克斯指控吹雪因为害怕被自己所超越，所以他就把赛克斯的力量给封印起来了。我操，你们两个这是什么封印的姿势难道说超能力也有罩门这种东西的吗？讲究开荤了就破功这种说法。可是面对赛克斯的质问，吹雪居然毫不掩饰的说道：干什么？不服是吧？老子就是一个这么自私的女人。原来在学生时代赛克斯就提出了怪人协会的雏形，他在一堆学生面前发布了人类灭绝计划的演讲。虽然大家都只当赛克斯是犯病了，但是身为会长的吹雪可不这么认为。这位小公主的梦想可是要超越姐姐龙卷，立于世界之巅而赛克斯这种毁灭人类的行为，无疑会把吹雪成功路上的见证者和堆砌金字塔的建筑材料通通都给抹杀掉所以从那时起，吹雪就认定了赛克斯是自己必须要消灭的阻碍在这段回忆中，吹雪展现出了自己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但是时过境迁，现在的吹雪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成长，和那时相比，他的心态也应该会有所不同了。故事的最后，赛克斯回忆完自己的悲惨往事，他再度操纵念力，想要彻底和吹雪决一生死。在漫天的沙尘中，两位超能力者迎来了最后的对决。好像哪里不对呀？这赛克斯虽说是精疲力竭了，但他至少还沾点怪人体质，那强行发动能力也说得过去但是你吹雪是什么水平那之前分明已经被杰诺斯跟背心猛男吸干了好几次了，你哪里来的余地和赛克斯战斗的本话结束。